注意看眼前的日本拳王兄弟称霸擂台10年不败，不仅在他们日本国内连战连捷，各国拳手前往东京踢馆，同样被其通通斩于马下。正是凭借着战无不胜的豪华战绩，兄弟二人逐渐目中无人，狂妄自大。弟弟卜部宫野大庭广众给了中国选手一记响亮的耳光，而他的哥哥卜部宏松更是不可一世。大庭广众把老抽倒在中国教练的头上，更是妄图用裸脚掰断教练的脖子。这2次出格越界的行为让他们在日本风声鹊起，甚至胆敢对邱建良出言不逊。邱建良，我劝你不要太嚣张，如果胆敢来东京踢馆送死，那么我就会一拳送你去极乐世界。此番言论当即激怒了坦克邱建良，当即带领大东翔俱乐部的中国勇士飞往东京踢馆。这群爱国的中国小伙都怀揣着赤子之心，赛前邱建良就告诫这群热血方刚的小伙，不但要拿下这2场比赛，并且还要打出中国人的血性。很快就到了约定的比赛日期，身穿白色短裤的就是赛前偷袭扇中国选手耳光的拳王弟弟卜部宫野，而此次邱建良则派出了大东翔俱乐部的朱帅。赛前朱帅就主动给邱建良立下了军令状，主动要求挑战拳王弟弟卜部宫野。可赛前的卜部宫野却乐开了花，他认为朱帅就像是软柿子任人蹂躏，殊不知这场比赛竟直接让卜部宫野颜面扫地。比赛一开始，双方就展现出了不同的战术。朱帅报价沉稳，防守严密，反观卜部宏松开始了游击战术，摆明了想通过绕着笼子快跑，以此来拖延时间，最终通过日本裁判点数判胜。可郑军峰又岂会不知，拳如重炮，瞬间就向卜部宫野的脑袋轰了过去。この頭の中にそれあるすいませんね。かわされちゃうんですね。这场比赛可以说朱帅打出了男子汉的气氛。虽说相较于卜部宫野来说，比赛经验稍显不足，但面对日本选手时却发挥出了10倍100倍的实力，彻底让赛前嚣张的卜部宫野在国际拳坛颜面扫地。对中国观众来说简直是普天同庆的好消息，但是打了小的老的坐不住了。卜部宫野的哥哥卜部宏松不仅违约要求提前开启比赛，甚至还在赛前对中国选手疯狂叫嚣，声称朱帅靠偷袭才赢了和他弟弟的比赛，还扬言要让中国选手在擂台上一睡不起，甚至亲手盖上白布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红方选手就是野狼郑军峰，同样是邱建良大东翔俱乐部的一名悍将，而蓝方选手下巴留着一撮毛的就是日本拳王哥哥卜部宏松。卜部宏松显然对弟弟开局1分钟被朱帅 KO 的事情心有不甘，竟还敢说是朱帅偷袭卜部宫野，难道打比赛出拳之前也要先打报告吗？我看还真是屁股后绑扫把，装什么大尾巴狼。话不多说，一起进入比赛当中。郑军峰这名选手特点很明显，就是和邱建良一样的腿法如神，开局直接对着卜部宏松的脑袋踹了下去，一发不过瘾再来一局。うわ、これサイドキック出ましたね。で、そういうところで対策どうで、そういった部分ではかなりまたトレーニング方法を変えて、臨んできたっていうのは言ってたんで、很多老铁可能不太了解郑军峰，虽然很少在媒体前抛头露面，但却打法凶悍，腿法犀利，更是曾获得武林风2020金腰带和 IPCC 世界拳王金腰带。从综合实力上来看，完全和妖刀卫瑞是一个水平的选手。連続でそれがさあベースというのが前球戦。佐伯さん、どんな風に出だし見えますか？いや、ジュンフェン選手の動きがめちゃめちゃ速いですね。はい。あと、さっきのああいう膝蹴り、首膝とかも怖いですし、ブラブ選手はどうやって戦っていくかですね。今、膝頭への蹴り。低扫加摆拳命中。郑军峰作为大东翔俱乐部的一名悍将，也可以说是邱建良的徒弟，腿法和邱建良自然是一脉相传，观赏性极高。大砲、そして速射砲と全順砲。フィローコール。フィローコールにも聞こえます。中国フィジカルがすごいんで、本物のテクニック学んでるのはちょっと怖いですね。いや、ここからまたさらにってことですよね。まだ荒削りなところは見えてるんですけど。郑军峰拳脚进攻，竟把卜部宏松从擂台大西头打到了大东头。他の競技同様、本腰を入れれば何でも強い。铃声响起，让我们进入第2回合的比赛当中。クラッシュの戦い。さあ、第2ラウンド。郑军峰组合拳逼近，下前后抱头，如果不是拦网反弹，卜部宏松恐怕早已躺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了。可卜部宏松仍旧满脸不忿，重回站位后气急败坏，甚至恶意搂抱。ストレートから裏部です。
浦部選手ものすごい調子感じはするんですけどね。少し膝バクッと動きますね。いや、まあでもその分合わせるのも上手いんでね、あんまり、一様には言えないですけど。何かを捨てて何かを得るという局面も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ね。いやー、佐々木さんすごいですね。ヒリヒリするようですね。双方现在火药味十足，日本选手因为是主场作战，台下坐着的都是他的七大姑八大，自然想挽回些面子。而郑军锋则是越打越有状态，如果不是日本裁判几次三番过早介入，想必补部红松已经被打得躺尸擂台。接下来一起进入第3回合决胜局当中，此时对双方的考验都是巨大的。补部红松的鼻孔血流不止，显然脑袋已经受到了重创。反观郑军锋虽然越战越猛，但同时也会更消耗体力。不过郑军锋也明白这一点，所以开始转攻为守，伺機防守反击，寻找对手的破绽。黒田選手がロー蹴った後の右のパンチを多分狙うと思うんで。これローが空振り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ら、軽くジャブつけばいいんですよ。そうするとまたロー当たりやすくなる。あー、これ相互効果。ロー当てる。今ロー当てたい。裏目前に出る。左膝で来ました。まだロー。まだそうですか。佐々木さんは何が見たいですか？もうやっぱり、郑军锋低扫命中，眼看补部红松露出破绽，于是送给他一份大礼。やはり裏目の攻撃。そうですね。天呐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郑军锋直接将对手扔在了拦网上，这份核心力量简直是恐怖至极。而我相信这也是郑军锋被拳迷朋友称之为野狼的真正原因。好的，比賽继续。また、ちょっと時計も見ました。ダブってこい。どうけど。これこう入れました。圧力。补部红松虽然说被重拳爆头打得满脸通，但不得不说挨揍能力可圈可点。或许他做梦都不会想到，赛前被自己视为蝼蚁的中国选手，竟能让他在擂台上出尽洋相。更不会想到郑军锋戏耍一般的打法会让自己老脸丢尽，还真是天道有轮回，苍天饶过谁。比赛还剩下最后10秒钟，看下郑军锋的精彩表现。明らかに嫌がる鄭軍鋒。铃声响起，比赛结束。郑军锋凭借着毫无悬念的3次击倒和遥遥领先的分数优势，碾压之姿赢得了这场中日对抗。他身后的那抹中国红是如此耀眼。大东翔俱乐部的中国勇士果真骁勇善战。老铁们认为中国勇士的这2场比赛精彩吗？欢迎留言讨论，我们评论区再见。